早安，早安！现在是早上8点，从6点多开始下起倾盆大雨，到现在没有停过。我们的 bike 在下面那边，这个1辆、2辆，然后这边那个小溪有一个小溪，哇，那个河那个水已经涨到上来了，而且很黄。这边也是，这边有一个，哇！刚才看了天气预测，一整天都会下雨了。哎呀，又会遇到这种情况，又是下雨，又是河水高涨。早安，早安！现在是8点45分，雨变小了，小很多了。那今天我们原本是打算留在黎明这边，然后就跑逛一下黎明不同的那个地方。但是今天天气预测说会下一整天的雨，所以我们就想说，因为黎明这边是河边嘛，有一条黎明河。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小溪的情况哈，这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那个小溪的情况。这一边，所以它的山上这边是高处，那个小溪流向低处，已经满上来了。那它就是从这边流，然后一直往下。这边有一座小的桥比较低，然后它的河水已经开始要满上来了。如果继续下一整天的话，我相信这个桥一定被淹过去。但是这个 resort 是不错的啦，整个环境很好，很宽敞。所以看过这个河水的情况，然后就让我想起去年年底那个东海岸的摩旅，我们在吉兰丹露营的那个拉浪resort，在这里的不是淹水，然后就上演了一段哈雷过河的那个情况，非常的惊险。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啊，他又再经历多一次，哇，我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刺激了，所以今天决定就是吃过早餐过后附近逛一下，如果天气允许的话，然后就离开黎明了。好多水啊，好多水啊，小鸭鸭。摩旅的时候哦，带这一块布真的很方便，就是可以稍微把车擦一下，下雨的时候可以擦，或者是车子肮脏的时候也是可以擦。但至少等下上车的时候，尤其是座位这边上车的时候，至少裤子不会太湿。太高。
Sama macam Melayu tapi Cina. ya bingo. Tinggal mana? KL. Mari sini ya? Ya, pukul 7. Ayuh, bukan main tu. Ayuh, naik motor datang ke Sungai Lembing. Ya. Okey.哦，这个。你咖喱嘛？有，等下。咖喱再拿下来呀。好多料哎。开始。有两Cắt chưa à?吃饱早餐，刚才吃早餐的时候又下暴雨，还好现在停了。赶快趁这个时间逛一下黎明，来到这个地标大树。好多大树啊！好，我们现在要去Sungai Lembing Museum， 去看一下黎明村的历史。Museum Sungai Lembing 在上面那边。哇，看一下那边的雾气。天气，我们现在来到了Sungai Lembing Museum， 我们来看一下黎明的历史。拖鞋，青色的袜子。黎明，一个隐身在彭亨州关丹的小镇，群山环抱，云雾缭绕。近几年，黎明一跃成为国内著名旅游景点。周末假日总会引来满满人潮，人们会在彩虹瀑布戏水吃杯面，在黎明山看日出，在 Charas 山洞朝拜睡佛，步行在黎明吊桥品尝黎明山水豆腐和手工面。2017年，我第一次自驾来到黎明，也逛了几个热门景点，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要不是同伴没来过，这一次我不会重游此地，也不会发现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说到黎明，多数人会想到的都是以上的景点，甚少人知道，早在130年前，黎明就曾经繁茂光辉。它是英属马来亚最富裕的乡镇，更是闻名世界的小镇，有着东方埃尔多拉多的美誉。这一切源自于黎明地底下丰富的锡矿资源。埃尔多拉多是美国历史悠久的矿山，设立于1861年，位于埃尔多拉多峡谷，
它是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最古老、最富有和最著名的金矿。而媲美埃尔多拉多的黎明，于1888年由英国公司组成的彭亨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展开了开采锡矿的活动。地下隧道总长超过了300公里，是全球最大、最深、最长、产量非常丰富的锡矿资源。在1915年至1926年间，更达到了巅峰时期，吸引了大量的矿工来工作，其中招募了大批的华工。这些矿工冒着生命危险，在暗无天日的地底隧道工作，像蚂蚁般不断地往地底下转，头上顶着照明灯，在一线光明下一敲一打地挖出了锡米，一层又一层的开采，再搬运出来。地底下的矿工犹如置身在地狱的热炉，滴滴汗水不住地流，整件衣服湿透。矿工们都选择赤身，穿短裤，头戴塑胶帽，成为了黎明矿工的衣着特色。1930年间，全球经济大萧条而导致锡矿需求大幅下降，价格大跌。即便几年之后矿业逐渐恢复，但之后再次承受沉重的打击，以至于矿业公司一蹶不振。1986年，这个开采了将近100年的锡矿宣布结束，矿业公司结业，在此成家定居的矿工们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逼不得已的离乡背井到别处工作，留下了老人妇孺，黎明顿时没落，被世界淡忘。2018年，黎明戏院、锡矿隧道以及黎明博物院被申请列入了国家遗产，目前仍在审核当中。希望这个记录着2代人的历史能完整的保留下来，不再被世人遗忘。They maintain this place very well. 看完了博物馆，很喜欢这个地方哎。你看一下，博物馆在这边，它就是四周围都是环绕着这个山，然后还有雾气，你看云海，好漂亮。然后我不得不说，这边它的那个maintenance就是维修，各方面保养得很好，可以看得出它的用心。你看它好大片的绿，然后它的花草树木啊就修剪得非常的好，厕所也很干净。博物馆就在小山丘上，然后面向一座山，还有云海，一大片的绿。你看这些花草。好，我们现在要去那个矿井看一下，那个隧道看一下。它现在是不开放进去，因为之前水灾哦，他们现在还在清理着那个矿井。但是我们去它的门口那边看一下。
谢雨天，让我们不得已舍弃了所有河边的景点，走进了黎明的历史，重新发现了它的灵魂。这趟黎明的意外邂逅让我有所感悟。当我们对人事物产生持久的负面印象，可以尝试给予彼此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再次深入了解。一些蕴藏着价值的人事物不会被时间淹埋了它的美好，反而会随着岁月蜕变得更惊为天人，永垂不朽。马来西亚还有多少被埋没的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而我们是否又抛开固有的成见，敞开心怀地去发掘它？Lại có sò lỗ luôn.